我在里边待了7年，因为表现良好，我获得了减刑。出来的第1天，我接到了几个电话，老板们极力的劝说我，让我接着跟着他们干。有1个月给10万还赔台车的，还有说1个月给20万，另外还有给股份的。这些电话大多数从2个地方打来，北京的潘家园以及天津的沈阳道。当时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都拒绝了。我当初入这行本就是个错误，纵然说一夜暴富，可我也付出了代价。7年光阴，我也从当初的那个白净小伙变成了如今30多岁的肚腩大叔了。这当初认识的女孩，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我呢，无情无故，孑然一身。最后我选择了去大理。我在洱海的边上买了个小门脸，开了个小超市。这每天没生意的时候，就去海边走走，吹吹海风，日子过得倒也算是清闲。小超市的地址在苍山东路旁边是挨着勒马特。如果有朋友想来玩，我将以差代之。这前段时间不是发现了古蜀文明吗？还出土了什么轰动全国的黄金面具。其实啊，我的暴富路子和这些东西真点关系。当然了，离不开2个词儿：古董、盗墓。前几年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《黄金瞳》等等什么电影电视剧大热播，那现在正好空闲下来了，我也写写这个行当里边的那些事儿。说实话，云顶天宫、秦岭神树的我没见过，我也没有那双黄金瞳，但我16岁入古董行，确实亲眼见过很多常人无法理解的事儿。这该从哪说起呢？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。我出生在祖国东北的小山村，紧挨着漠河，这冬天呐，冷得都能冻死人。奶奶把我养大，我没见过父母，也不想去问他们叫什么。老话说得好，隔辈儿亲。我这小时候非常的淘，不听老师管教，学习成绩差的是一塌糊涂，常年是班级倒数。当时这村里给办了低保，好像是每个月80多块，还有个什么孤儿特客户补贴，每月100多块。我家说是艰难为生，那都不为过。初中那会儿，电视里天天放中央台的寻宝节目，瓷器的话我看得特别入迷。那些让人之前不当回事的瓶瓶罐罐，结果专家一看，高头能卖好几万，这是古董，能换车，能换房。我当时一直骗奶奶，说这学校让买学习资料，奶奶给我拿了钱，我就跑去书店，全买了古董方面的书。我记得我看的第一本书是要五全50名真，戴老先生出版的，一会儿老么厚的一本了。古钱就是铜钱啊，在我们那叫紫钱。这本书让我大开眼界，开始疯狂地迷恋起了古董。我在我们家里翻箱倒柜又忽悠同学，不看字，同意5毛钱1枚的价格，让他们从自己的家里偷铜钱偷出来卖我收购。省吃俭用，这食堂的饭我从来都不订菜。后来呢，我又把一堆课本卖了7块钱。我这学习太差了，老师当时只是一直叹气，说这孩子完了，不好好学习，说我以后只能是社会的毒瘤。我当时对老师说的话不屑一顾，
我心里做的是发财的梦。切，就算我真成了毒瘤，我也要做一个有钱的毒瘤。初三，临近中考那年，我17岁。奶奶因为在院里扫雪发生了意外，不小心摔断了腿，这医疗费、手术费加起来要3000多。我们家的情况呢，当时连600块钱都拿不出来。我印象特别深，奶奶当时就躺在炕上，盖着一床厚厚的被子，晚上还会哭。我的大姑父在雪乡漠河开了好几家农家乐，他的生意做得很是不错，我就跑去大姑父家去借钱给奶奶买药。虽然表面上没有当着我说什么，但有一次我在背地里偷偷听到了。大姑父说我是个扫把星，还说我们家是破落户，说这借出去的钱就当是扔掉了，还让大姑呢跟我们少来往。那年冬天的晚上，漠河零下30多度，我坐在了一块石头上，我坐了3个多小时。年少轻狂，大姑父的话将因为少年的自尊心狠狠地砸了个稀巴烂。我手中攥紧借来的钱，心中发誓，我向云峰一定能出人头地。我直接自己就辍学了，严格说起来，我连个初中文凭都没有，这算是小学毕业生吧。3000块钱，除了奶奶手术买药用的，还剩下753块。这笔钱我偷偷留下来了。不光收铜钱，我还跑去邻村别人家收瓷器、收银元。农村人只认为这个银元值钱，对什么瓶子呀、碗盘、瓷器之类的，大家都不懂，也不太上心。天天看书看那个鉴宝栏目，使得我渐渐的也有了一些基本的眼力。我用100块的价格收了一对清末的洋蓝鸡毛大胆皮，用不到200块收了几件民国粉彩仕女图的小盐罐，用了180块收了3只清中期的民窑青花碗。可惜这3个碗呢都有鸡爪纹，都没保存好，有大冲线。之前我还存了一小袋铜钱，大概得有200来个。这铜钱大多都是宋钱和清钱，其中道光、光绪、乾隆、皇宋、元丰最多。这些铜钱存世量大，我也知道不太值钱。这其中最让我满意的是有3枚品相很好的雍正。我知道雍正通宝能值点钱，但是当时你说具体值多少，那我不清楚。收了这些东西，总共是花了500多块，我自己还剩下240块。当时的平均月工资也就是300出头左右。我当时呢跟一个女同学关系不错，她帮了我的忙，借给了我2个30寸的大拉杆箱的，一共11件瓷器和1小包铜钱。我小心地用被褥裹了又裹，怕摔碎了，还塞上了很多泡沫。最后整整装满了2大拉杆箱和1个双肩包。躺在床上的奶奶很不理解我的做法，说我不务正业，还说那么多年都白养我了。大姑父也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村里人呢大多也知道了这件事，不少人在背地里对我指指点点。就这样，我受着白眼，背负着别人的不理解，在腊月17的那天早上，我带着东西离开了漠河。当时我脑子里认为，哪儿的人最有钱？北京人最有钱。我收的古董当然要卖给北京人，何况说我对潘家园这个传说之地早已是心生向往。
从漠河到北京没有直达车，只能是先坐火车到四平，然后再从四平到北京西，全程2000多公里，要50多个小时。为了省钱，我选择了最便宜的硬座。我提着2个大拉杆箱，身后还背着大背包，头发很油，穿的也很土。车站里的女客不时地对我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了。从来没出过远门，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而且还是孤身一人。买完车票之后，我身上就剩下不到100块钱了。只要是东西卖不出去，我连回来的车票都买不起，更别说吃什么饭了。我车上的饭还很贵，我又不敢花钱，就用带的杯子一直接热水喝。实在饿得不行了，我就去买了一袋4块钱的麻花。这农村娃第一次到北京，看什么都新鲜。车站里的安检仪我都是头一回见。当时我还不到18，但是我不怕生人，敢和人交谈，我就问别人要怎么去那个潘建园的古玩市场。收票的姑娘很热心，她让我坐地铁，还告诉我了怎么换乘。从北京西站坐9号线，然后再到六里桥下车换10号线，最后潘建园站下车。还好我记性不差啊，没走多少冤枉路。那时那地铁还是2块钱随便坐呢，只要你不出站就没人管你。下了地铁站，人行道上都是防滑坑，我就这样背着包拖着2大箱子，很是吃力地走着。走过了华为桥，我终于看到了北门外立着的金字横牌，潘建园旧货市场。我终于到了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